自古怕人不怕鬼，从来说鬼是说人，你可来了。魏王之人纵欢喜，关中死尸惊坐起，淫邪孽满报应快，谋人复折反谋己。先说一句啊，这个故事发生在清朝，关于男女婚姻的一些观念呢，大家千万不要拿今天的标准去评判。达成共识了吧？好，听故事。咱们说的这个人叫金生嗣，云南晋宁人，老婆呢姓穆，跟他是一个村的。婚后不久，夫妻俩就生了个儿子，按说该好好过日子吧。可儿子刚满周岁，小金突然就病倒了，眼瞅着是一天不如一天。他心里也明白，估计活不久了，就跟老婆穆氏交代说他还年轻，自己死后呢不用他守管，有好人家就可以改嫁。穆氏赶紧劝呀，哟，别说不吉利的话，病肯定能好的，日子还长着呢。接着又指天指地的发誓，说肯定要守着他。小金明白这都是安慰人的话，也没多说啥。心知自己那老娘脾气挺倔的，又叫来老娘嘱咐道，自己死后啊，帮着照看好孩子，但有一节，千万别逼穆氏守寡。交代完一切没多久，人就死了。办丧事期间呢，女方家也来人祭奠，插着空，娘家妈就找到小金的娘聊天。先是说，哎呀，这姑爷走得太早了，可惜了了。接着话锋一转，又跟他叹气，说他女儿还年轻啊，将来可怎么办呢？金老太太刚死了儿子，正伤心难过呢，一听亲家母这话，几个意思啊？明摆着是想让他松口，放儿媳妇改嫁呀。眼下可还没出殡呢，哪有这么商量事儿的？倔脾气腾一下就上来了，也不管小金生前是怎么交代的，当场翻脸说穆氏必须在家守寡。那年头家里头婆婆主事儿，娘家妈闹了个大红脸，也不好说啥。可当晚母女俩一起睡觉的时候，她跟女儿做思想工作，天下男人那么多，嫁给谁不是嫁呀？你这模样条件，还愁找不到好人家吗？听话啊，早做打算。那孩子他是姓金的，你替老金家守种，你是不是傻呀你？娘交给你啊，如果那老太太非要让你守寡，可千万别给她好脸子看，听到没有？无巧不成书，这段话正好被外面路过的金老太太听了个满耳。好家伙呀，气得她是一夜没睡着。第二天她就跟亲家母摊牌了，说小金本来有遗嘱，不用穆氏守寡，但是眼下人还没埋呢，你们就急不可耐的谋着改嫁，当他金家好欺负吗？这么说，那穆氏必须守寡。话说死了，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。两家是不欢而散。当晚金老太太做了个梦，梦见小金跟那哭着劝她，一觉醒来气儿也消了大半，一想又是自己儿子托梦，只好硬着头皮托人给穆家又送了个话，说同意改嫁了，但是呢得把这棚白事先办完，等小金出了殡入了土，到那时啊，穆氏是去是留全听他的主意，金家就不再管了。这事儿本来各退一步也就算解决了，可又一个意外的情况出现了。金家找了好几个风水先生算日子，结果全都说按小金的生辰八字，本年之内不宜入土，得过了春节才好下葬。那棺材只能先放家里停着了，跟卧室就隔一道围帐。这个细节大家记住了啊，很重要。这一来穆氏就至少得等到过完年才能走。可人心他已经飞了，留得住身子留不住魂啊。穆氏想着这2-3月是不能改嫁，但没说不能找下家啊。他呢披麻戴孝，也不忘每天化个全妆。在金家的时候为了面子过得去，还穿些素净的衣服，一有机会回娘家马上就换一身新的，花枝招展，是到处逛悠。都一个村的，金老太太那能不知道吗？
心里头生气，但是一想穆氏马上就成别人家媳妇了，也就忍了吧。可穆氏这一张扬，出事了。村里有一个无赖盯上他了，这无赖叫董贵，暗中给金家一墙之隔的邻居送了点钱。邻居老太太见到钱，他就把良心给喂狗了，帮着俩人牵线搭桥，半夜开门让董贵从他家翻墙过去跟穆氏私通。这种事儿哪有秘密？没多久，穆氏不检点的事儿，周围街坊多多少少就都知道了，唯独这金老太太蒙在鼓里头。这位问了，就没人跟他说吗？还真没人敢跟他捅破窗户纸。一来是怕老太太受不了再气出个好胆来，二呢是怕多管闲事惹祸上身。列位，说到这儿，接下来可要闹鬼了。穆氏有个娘家带来的贴身丫鬟，平时跟他里外屋睡着，夜里头伺候个起夜啊、喝水之类的。有天晚上，屋里头又在深入交流，丫鬟跟外屋听着睡不着，正听到关键之处，帷帐后面棺材板子咣啷咣啷一阵爆响，接着帘子一挑，突进来个人，正是小金。只见他铁青着脸，摘下墙上的佩剑，直奔里屋，接着就听见里面嗷嗷两声惨叫，一道白影歘窜出来，是个光屁股男人，夺门而逃。没多久，小金扯着穆氏的头发走了出来，穆氏吓得是嗷嗷大叫，把金老太太都给叫起来了。在金老太太看来，穆氏一丝不挂，直愣愣的就往外走，叫他也不答应，转眼推门出去了。老太太急了，坏了，怎么说她现在也是金家儿媳妇啊？这光着出去，万一要是被人看见那还得了？可追到门口，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，人不见了。回来进屋一看，床前烛火点着，地上两双鞋，当时他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叫来丫鬟一问，丫鬟哆里哆嗦把刚刚看到小金诈尸进屋捉奸的事儿都给说了。各位注意啊，丫鬟和老太太看到的可不一样，一个看见小金了，一个可没看见。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说穆家那边，穆老头刚睡下，突然听见外面嘁里咔嚓有动静，开门一看，嚯，房檐都烧着了，借着火光，影超超有个人跟他晃悠，不用说，肯定是放火的贼人。穆老头赶紧喊醒全家救火，万幸这火刚点着不大，很快就扑灭了。又叫人拿上弓弩去追那放火贼，只见那人像猴一样翻过院墙想跑，哎，好巧不巧，墙那边还是穆家自己的桃园。一帮人爬上墙头，准备来个瓮中捉鳖，可找了半天没见人，一低头，哎，墙根底下有个东西跟他动唤呢。问他是谁也不答应，那没跑了，弄他弯弓搭扣，嗖一箭射过去，那东西扑通瘫软在地不动了。上前查看，是个一丝不挂的女人，那支箭从脑袋扎进去，从胸口出来，扎了个对穿。可点起蜡烛一照，大家应该都猜出来了，正是他女儿穆氏。穆老头也是吓糊涂了，伸手去拔插在女儿脑袋上的剑，一下两下拔不动，抬脚踩着脑袋往外蹬，一较劲，砰，剑拔出来了。穆氏就来得及哼一声，接着当场是喷血而亡。出了这等横事，虽说死的是自己女儿，但身份是金家儿媳，还是归金家管。天亮以后，穆老头亲自登门跟金老太太说了情况，跪那直磕头啊，但求私了，别把事情闹大。金老太太找了大半夜，终于知道儿媳跑哪儿去了，累了，不想追究了，让穆家自行安葬了事。可老太太不管，金家还有别人呢。小金有个堂哥叫金生光，他气不过，跑去穆家骂街。穆老头自知理亏，又赔了笔钱，这才把事压下去。可直到这时啊，跟穆氏在灵前私通的那个奸夫，他到底是谁，还是没人知道。第二天，金老太太邻居家又出事了。
开始是邻居儿子跑去衙门自首，说捉奸在床，杀了自己媳妇儿和奸夫。按当时的律法，捉奸杀人这种事儿是可以大事化小的，简单责罚了一下就把人给放了。但是邻家儿媳妇的娘家哥哥那不是个善茬，平时就爱打官司告状，一听怎么的自己妹妹让杀了，写了份状子跑到衙门替妹妹喊冤。县官没办法，又把邻居老太太抓来拷问。您猜结果是怎么回事？小金诈尸捉奸那晚，董贵不是光着跑了吗？慌乱之中，他又原路跳墙回了隔壁家，蹲墙根一直躲到没动静了才敢起来。大半夜的一丝不挂跟他蹲半天，屁股都给他冻紫了。有心找邻居老太太借件衣服吧，抬眼一看，哎，有间房门虚掩着，就溜进去了。进屋发现有一张床，伸手一摸，摸到双女人的小脚。当时他就明白过来了，这是邻居家的儿媳妇啊。董贵这货是灾星刚退，色心又起，趁女人熟睡就摸上去图谋不轨。事情也是赶巧了，那天女人的丈夫有事回来晚，门是给她留的。女人半睡半醒，乌漆麻黑的就把董贵当成了自己丈夫，稀里糊涂就发生了关系。董贵也是出门没看黄历，正跟他忙活着呢，人本家丈夫回来了，进门一听自家屋里头这动静不对呀，拎着刀就进来了。董贵没处跑了，光着屁股又往床底下钻，结果被拽出来，一刀砍翻。邻家儿子砍了奸夫，回头还想杀他老婆，老婆是连哭带求啊，说这都是误会。结果呢就没动手，叫起来老娘点着油灯一照，认出了是董贵。他还没死透呢，逼问之下交代了前因后果，但是因为伤了大血管，最终还是流血不止而死。眼看董贵咽了气，邻居老太太害怕了，害怕他帮人私通的事暴露啊，撺掇儿子说，捉奸要捉双，你现在只杀他一个，后面可说不清啊。儿子一听，对，抬刀咔咔又把没反应过来的媳妇儿给杀了，这才有了后来去官府自首那一出。事情查明，官府叫金家人来对质，这下邻居老太太帮人私通，董贵墓室灵前行奸，穆老头失手杀女，董贵阴间被杀，邻居儿子捉奸杀人，一系列案子全串了起来。穆家人因为教唆改嫁纵容行奸，被判了打板子，掏光了家产打点，才得以脱罪。邻居老太太呢，因为帮人私通，被判乱棍打死，尸体各自领回安葬，到此全部结案。只是谁也不明白啊，事发当晚从棺材里跳出来捉奸的那个小金，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或许真的是忍无可忍，老实人的棺材盖子都按不住了吧。好了，这就是《聊斋志异》金生色的故事，我是毛猪，更多志怪奇闻咱们下期接着谈。